抱拳礼，根据剧情来看，这里既不是请教，也不是求教，而是一种怀着不好意思的愧疚，告诉大家我不客气了。剧中也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夏侯武拳头上面的拳茧，拳茧是长时间重力击打物体留下的老茧，非常的坚硬。有拳茧并不代表功夫的高低，但能肯定的是，他的拳头一定很硬。前踢，夏侯武这招叫什么？这招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我不拿你们老大开刀，我怎么拉仇恨呢？掌推太阳穴，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要确保每一下都是要害击打，能倒一个是一个，谁离得近就先打谁。横臂格挡，单锋贯耳，横臂上格挡，横肘击击头，重砸一风穴。但凡是人，这么一下都起不来的。谁先上先打，谁枪打出头鸟。剧中夏侯武是合一门掌门，但合一门只是虚拟的门派。从他前面几招大开大合、刚猛有力的硬桥拳法，反倒跟洪拳较为相似。这哥们上下轮摆拳的动作，这不就是蔡李佛摆拳招吗？正蹬，如果你的正蹬被人接住，记住跪下来道歉，这人一定是高手。交叉上格挡，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，这轮摆招式，这不就是铁线拳吗？抱腿反拧，夏侯武用的正是裸脚手势，基本上锁住就嘎了。重踹国窝，合理运用地形，借助外物对地方进行额外补伤。背拳捶夹，弓步双冲拳，这是什么局势？正好利用场景优势，只要你前面出手狠，给别人留下印象了，对方就不敢贸然前进。利用场景优势，尽量拉成1v1，谁上打谁。俯身摆拳，俯身摇闪接摆拳，过肩摔。肯定有人说呀，怎么都是葫芦娃，就爷爷一块上啊。这个局面零零散散，上去2、3个，其他人堵在门口，上去一个不是摔就是被拧折，如此狠的对手，你敢上吗？这就涉及到心理层面的问题了，都怕狠人都在等旁边人上，这就形成了为什么说在门口一堆人摇摇欲试却没人上。无论找什么家伙事，都要比徒手强，遇到狠人要比他更狠。侧蹬截击，就算是截击，依旧选择穴位截击，一脚蹬再摆重窝，再强悍的人，穴位依旧脆弱。后蹬胸口，这个时候被2人抓一牵制，不好移动拉扯。可以看到，一个是被我主动前腕牵扯，一个是被动拽一拉扯。这个时候就要先打自己的被动面，因为主动面是自己可以掌控的。掰腕，膝顶下腋，擒腕拧摔。被拽一牵制非常麻烦，最怕的就是搂抱和拽一，这种必须立刻解决，否则一瞬间人群上来就嘎了。一旦被拽一搂抱牵制，必须立刻马上解决。拳轮捶夹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带护手的话，过度的用全面击打会很容易受伤。拳头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关节，但拳轮不一样，它有着肉厚的掌根保护，凭借着轮摆的幅度配合拳轮，能够打一场非常持久的肉搏战，毕竟也要爱惜自己，是吧？这是一个什么局面？有点类似于背脊墙角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好就好在背靠笼边，也就是自身后方是安全的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也不能让后背哪怕被包围，也要找依靠物。挨顿打肯定是要的，但一定要防护好自己的下颚面部。冲拳击胸，正蹬，双冲拳。这个动作呢，根不在于攻击手臂，打得很开，最大程度限制距离。搂抱，最可怕的贴身就是这样，一旦抱住，大家都会蜂拥而上。这个局势真是华佗在世也救不活了，一人一拳也给你抡够呛，前面那些怎么说还能周转一下？
那我们的主角怎么可能折在这里呢？俯身格挡护头，上格挡护头，任何时候头部永远是优先保护的部位。不得不说，老大这力量也是牛，这都能拔得起来。小秦拿扣腮，这里就是下巴两侧的腮帮子，而此处正是我们狩猎常说的大营穴。重砸前额骨，人体最硬的骨头当属额骨跟颧骨了，跟其他部位相比，承受的暴力伤害更高一些。后面继续站起来打，只能说他打偏了，毕竟镜头也没有给到。当然，就算打偏了，还能扛得住，这也只能在电影中看得到了。重锤二头肌，大家注意，夏侯武的握拳手势正是肩拳。肩拳是一种专门击打穴位的握拳手法，从打击的这个位置来看，大概率是尺泽穴。重锤天府穴，重锤天泉穴，这几下穴位击打足以让他双臂暂时瘫痪。正手冲拳，这一拳如果正直打下去，足以要了他命。但夏侯武本身就是寻衅挑事，本就没有杀人的意思，所以这一拳不能打了，肯定还要坐牢。电影开头就向我们展示了夏侯武的狠性，他的狠甚至要超过风余修。当然，博子所说的这些都是建立在影视展示的基础上，真正被围了，那必须是一个字跑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跑不掉。被打了别还手，还手就是互殴，不还手，对方就是故意。